八一身铝合金，确实更有上诉的心呢。可以说是护舒宝，一堆瓶瓶罐罐，大窟窿小眼儿也不少啊。兄弟加500就行了。豹8致敬了豹5，豹5致敬途乐 Y62，迪翁桥电动大 G， 泛越野泛越野。用料归用料，调教归调教。比亚迪车型上是否会出现稳定感消失术呢？兄弟们好，去年大概这个时候啊，我们做了坦克400 Hi4T 和方程豹豹5的超体对比，结论就是坦克400 Hi4T 更像是一台硬派越野车加上了电，适合全场景重度越野，带你去爬石头玩泥巴。而豹5呢，则更像是以电驱为主的新能源车，再让它硬起来，更适合轻度越野，比如玩沙子、刷手锅。那今天咱们又请来了坦克500 Hi4Z 和方程豹豹8，这回长城从 T 变成了 Z， 那也算是和方程豹统一了思想，从小电池机械四驱变成了大电池电动四驱。针对这件事儿啊，低情商的说法就是：你看，当时还瞧不上人方程豹，说人家没法重度越野，怎么现在也改变思路了？那高情商的说法可以是这样，还得是长城啊，类型全面覆盖，毕竟一部越野史，半部在长城嘛。当然了，魏总也把硬派越野和泛越野的差别说得很清楚。今天这个 Z， 我们为什么定义它是一个泛越野？那就是做不了攀爬。今天这个 Z 绝对玩不了泥，玩冰雪比 Hi4T 差很多。这个 Z， 它只有玩沙子好。但是，作为 DMO 电驱越野平台下的第2款产品，方程豹豹8持不同意见。豹8兼具越野性、操控性、舒适性、经济性，城市、长途、越野通通拿下，甩开机械越野2条街。哎，这边这位还有不同意见，老子就是机械四驱，越野界老大哥丰田普拉多，曾经想拥有它，你甚至得加价，如今的它也得靠降价刺销量了。今天哥仨齐聚一堂，那咱们就生车抄底，拆吧，看看他们谁更有料。在看前后防护结构之前啊，咱们快速过一下各车的外蒙皮材质。只有普拉多一整块前机盖啊用上了铝合金材料，剩下的都是钢材。对于这些需要出去撒野疯狂的家伙来说啊，一身铁壳也合理，磕碰变形啊容易钣金修复。当然，铝合金也有铝合金的好啊，质量轻，防腐防锈，溃缩吸能效果更佳，只是成本啊会更高一些。况且那些可以上树的，定价大几十万上百万去的 BBA、大路虎、大仰望啊，咔咔一身铝合金。这么看啊，普拉多确实更有上树的心。拆掉前后保险杠，咱们还是从主防撞梁入手。这里边呢，还是只有普拉多用的是铝合金防撞梁，而坦克500和豹8都是双层钢板防撞梁，横截面呢也都类似 B 字形。只不过坦克500防撞梁本身的面高更高，看起来也更粗壮些。但要知道，去年豹5和坦克400对拆的时候啊，豹5可是铝合金的防撞梁啊，这双方英雄升完级啊，怎么方程豹装备还掉了一档呢？不过再看防撞梁的宽度和覆盖率，豹8很快又把气势给抢回来了。坦克500 70%，普拉多73%，豹8直接来到了82%。哎，这个覆盖率水平，目前在我们节目里的排名那不是一般的高啊。注意一个小细节，坦克500和豹8防撞梁两端都有额外附加的延伸件，算覆盖率的话稍微占点便宜。推测都是为了应对小碟面偏置碰撞而存在的。类似用途的附加件啊，普拉多选择把它藏在了主防撞梁两侧的后方。另外，坦克500还搞了一点小特殊啊，要不是我们真10万公里长测节目曾经拆过老款500，还真不一定能发现，之前老款防撞梁两端后方也焊上了一对改善偏置碰撞安全性的附加件，到了新款的 Hi4Z 上，哎，就消失了。咱也不能瞎猜，人家是偷偷减配啊。也许别的地方有针对性的加强呢。然后咱们再看看主防撞梁后边与主纵梁衔接的吸能盒，坦克500和豹8又统一战线了，都是常见的带溃缩引导凹槽的钢制吸能盒。后部呢和主纵梁用螺栓连接，便于碰撞后分段更换。而到了普拉多这边呢，实在是找不到可分段拆卸的特征，等于是防撞梁直连纵梁。另外，三车主防撞梁的前方，坦克500和豹8都焊了一些薄钢片支架。而普拉多呢，则是在防撞梁的前面套了一层楔形的黑塑料外罩。三车如此设计的作用是，除了支撑前保险杠，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低速碰撞时的车损。然后呢，咱们再来看看车头下边的副防撞梁。刹车呢和以往咱们在轿车上常见的往前延伸的副防撞梁不太一样，
其实就是左右主纵梁啊都分别向下延伸一段梁体，再用一根横梁连接起来，相对防止行人卷入，抵御前方的撞击力。更重要的作用应该是用来抵御地面障碍的冲击，以及为车头加装底护板提供可靠的支架。副防撞梁本体豹8看起来最粗壮，普拉多最纤细。另外，在副梁底部，普拉多和豹8啊都提供了左右各一个原厂牵引钩，坦克500呢则只有主驾侧有一个。除了主副防撞梁之外啊，3款车的车头都还有多道横向连接的梁体结构。仔细观察这3款车的前机舱，从 A 柱和防火墙位置的左右两侧，分别向前延伸的上纵梁都在车头位置形成了高低2道合围的完整框架。只不过啊，具体形态各不相同。相比家用买菜车相对开放的车头结构，这么完备的笼式特征可以进一步强化车身的强度，更好地应付越野地形，同时也能提升 NVH 水平和操控感。在越野车上更常见。值得注意的是，大约在车灯高度的位置，坦克500和豹8从车体结构上额外再延伸出了2道横梁。只不过啊，前者用的是钢管梁，后者豪气地用上了更粗的铝合金材质的横梁和支架。关于豹8这道梁的主要用途，在一车其他节目中，方程豹的工程师啊也给出了非常详细的解释。最主要的作用是行人保护，它对行人的大腿侧首先做了一个这样的这种行人保护。相比之下，普拉多在车头就没有更多附加的横梁了，但带了一圈相当别致的塑料支架，形似蜂窝矩阵，作用还是为了在低速碰撞时多一级缓冲以及支撑保险杠。然后呢，我们再去看车尾的防护结构。这回坦克500和普拉多一样，和我们见识过的多数非承载 SUV 车尾结构一致，没有独立的后防撞梁，大梁车架的最后一道横梁即防撞梁。而豹8就有所不同了啊，虽然去年抄底的豹5也是最后一道横梁及防撞梁，但这次豹8就用上了便于拆解更换的独立后防撞梁，而且连带吸能盒都是铝合金材质。另外，后撞击点有点高度的话，坦克500和豹8都能是备胎先出来扛事儿，普拉多呢则是备胎藏在车底的传统体位。最后盘一盘后防撞梁的防护覆盖率，还是豹8的77%最壮观，其次是普拉多的74%。防撞梁两端额外焊上的外倾铁基料啊，也是占了些便宜，估计还是多作用于对抗偏置追尾的。坦克500这边61%的覆盖率啊，就很平庸了。3车举升之后，就该进入真正的老底环节了。但在看底之前啊，咱们先盘一盘各车的驱动架构。2个插混选手，比亚迪官方称为是 DMO， 长城称为是 Hi4Z。虽然二者存在一定的差异，但都采用的是前桥一组油电动力单元和后桥一台驱动电机，靠电控自动分配前后轴动力，实现了解耦四驱。我们这辆豹8标配的是前后轴2把锁，而坦克500 Hi4Z 啊，虽然也是2把锁，但仅后轴标配，前轴是选配的。普拉多这边，它的动力总成啊是由一台 2.4T 的发动机加上 P2 电机，再加上纵置的8档变速箱组成，通过托森式中央差速器和传动轴实现动力的前后分配。依然也是一台成熟可靠的机械四驱越野车。另外，这款普拉多啊，虽然没有前后轴差速锁，但凭借自身的非解耦四驱结构，配上了中央差速锁。好了，了解完之后，咱们开始看底了。一眼看去呢，就能看出坦克500 Hi4Z 啊和我们去年抄底的400 Hi4T 有了很大变化。相比400 Hi4T 的粗犷豪放，这次坦克500 Hi4Z 和豹8啊相同，平整度都无限接近一台电车。毕竟啊，现在下方都挂上了大电池。可以说是护舒宝，护得舒服，保证安全。而且呢，坦克500还护得更为全面一些，前驱动总成、电池、油箱，甚至后驱动总成也没有落下，全部都是 1.5毫米左右的钢板。豹8铺了4块护板，车头和电池下方啊约是2毫米厚的钢板，更加坚固耐造。其余部位呢是1毫米以上的钢板，并且呢钢板外部啊都有防石子敲击的涂层，内部还铺了针对性的隔音材料，可谓细节满满。但是后驱动总成啊，并没有设计任何护板，跟我们之前拆过的豹5如出一辙，不知道厂家是出于什么考虑。而普拉多这边的护板数量非常有限，只有2块半，其中水箱下是一块1毫米的钢板，发动机下就降成了塑料护板了，油箱只给配了半块护板。另外呢，托森式中央差速器呢配备了一小块护板，但属实是太小了，我们就不给它算上了。显然呢，它的变速箱、传动轴都没有任何护板保护。留给后市场的机会啊，还是真不少的。
拆掉护板，我们可以更清晰地看到3辆非承载式越野车的底盘框架结构啊，均是由2根纵梁和若干横梁组成。2辆插电车型在2根大梁之间啊，还镶嵌了整块电池包，可以进一步提升车身弯曲及扭转刚性。电池包分别来自各家的蜂巢能源和福迪电池。不同的是，豹8是36.8度磷酸铁锂电池包，而坦克500 Hi4Z 啊更放飞了自我，配备了59.05度的3元锂电池包，纯电续航里程更高啊。电池包防护方面，首先2车大梁都能提升电池包的侧向抗冲击能力。其次，电池包底部防护更加复杂，各种钢板、涂层、吸能缓冲材料啊，全招呼上了。豹8官方说电池包底部啊有5层防护结构，而坦克500官方甚至声称有8层防护，可见各家对电池安全啊都给予了高度的重视。不过我们的观点是，泛越野，尽量少往大坑大石头那处去。而油电混动的普拉多啊，并不需要有这方面的考虑，它将液氢电池放置在后备箱的下方。虽然看不见电池，但能看到后备箱底部啊有一个明显的台阶，在一定程度上牺牲了后备箱空间和便利性。另外，咱再多说一嘴啊，之前的坦克500 Hi4T 电池也布置在后备箱下面以及后排座椅下面，改为 Hi4Z 之后，电池就挪到了车身底部，对于后备箱空间有一定的改善。打开后备箱门可以看到，之前的大台阶上的小台阶消失了，并且后备箱底板还提供2层高低调节，释放了一定的储物高度。后排座椅也更换了放倒方式，可以做到与后备箱齐平了。另外啊，3车都是非承载式结构，车身与大梁之间通过衬套进行固定。普拉多官方资料显示有3对橡胶衬套，但我们是数了又数，愣是数出了4对。难道普拉多是谦虚了？坦克500呢是4对橡胶衬套，而豹8呢不仅在数量上啊又多了1对固定点，还在有些位置采用了比较少见的液压衬套 ，NVH 效果更好，当然呢成本也会更高。豹8车尾呢还有一个大梁车很少会有的副车架，这个一体铸造全框式铝合金后副车架非常粗壮，与大梁呢通过4点螺栓硬连接，用于承载后驱动总成，并且与后悬下叉臂和横拉杆连接。引入这个全铝副车架，除了减重，还利于模块化生产，提高生产效率，和我们之前拆过的豹5相同。另外呢，我们还在坦克的前桥发现了一个较大的斜针块，应该是用来抵消高频震动的，不知是后期打补丁的补救行为，还是对车辆 NVH 有更高的要求。2辆插混选手对于后驱动总成的保护也有所不同，除了单独的金属护板之外，坦克500使用的是呈现弓形姿态的低绷桥，也是全车离地最低点，可以对后驱动总成起到一定的保护作用。另外，坦克还在电机外包裹了一部分厚厚的声学材料，用来降低电机的噪音和啸叫。而豹8的后驱动总成呢，既没有护板，也没有包裹，只能蜷缩在后副车架里暂避风头了。然后呢，我们再来说说油箱，3车都配备了不小的树脂油箱。坦克500的油箱是77升，豹8更是做到了91.5升。相比之下呢，显得普拉多这个65升油箱过于小气了。对于经常长途穿越的兄弟来说可能真不太够用。也不知道是不是有意为之，车底这块空出来的位置正好可以加装一个小油箱。普拉多对后市场是真照顾。关于油箱，我还跟您分享个事儿。年前呢，我们拍短视频的时候，用豹8当了工作车，就是春节前去服务区探访充电的情况。出发前呢，我开着豹8到了加油站，下车潇洒地说了一句92加满。加的过程中呢，我让同事查了一下豹8的油箱大小，他说是90多升。然后我和工作人员立马说，兄弟加500就行了。这趴的最后，咱们再来说说各车的排气隔热和管线防护措施普拉多的排气管从副驾侧一直延伸到了车尾的主驾侧，沿路基本都铺有隔热铝瓦和金属隔热材料。坦克500的排气是从主驾侧经电池侧边一直到车尾，在电池、油箱、后电机等沿线关键位置都做了必要的隔热防护措施。电池前方的高压接插口有一道横梁保护。电池另一侧的油液管线并不多，并且紧贴大梁，虽然没有护板防护但剐蹭几率并不高。豹8的排气管路走线与坦克500类似，但车尾消音包下部喷有黑色涂层，应该有防锈作用。豹8在隔热防护方面比较到位，就连前方高压接插口和衬套都设计了单独的防护罩。再看看豹8电池的另一侧，一堆瓶瓶罐罐和复杂的油气管路，这是云辇系统的组成部分虽然厂家在这里设计了一个金属防护架，一定程度上可以阻挡大面积的冲击，
但这大窟窿小眼儿也不少啊。丛林穿越满地树枝的时候啊，还是要多加小心。节目时长过半，也就到了老底最硬核的部分——悬架系统的硬碰硬。而这3位的悬架呢，也确实够硬核。先来看前悬，双叉臂那是没跑了。双叉臂悬架的优点啊是横向刚性大，抗侧倾能力优异，非常适合这种大体重越野车。材质方面呢，3款车的上叉臂只有普拉多是钢制，另外2车为铝，而转向节则只有坦克500为钢制，其余呢均为铝。但下叉臂没有分歧，通通为双层拼焊钢板。不过兄弟们可能会问了啊，尤其是豹8，为什么不下叉臂也一起用铝的得了呢？我们推测是由于下叉臂受力较大，如果换成铝材就需要做得更粗壮，不仅更占空间，而且成本呢也会水涨船高。那有没有不计成本的案例呢？我们查了查，还真有。比如 F150、RAM 1500高性能版的下臂啊，就都是全铝的。此外呢，如果非常点儿背遇到了大载荷冲击啊，钢制下叉臂损坏的形式通常表现为弯曲变形或者是韧性断裂，之后焊接修复啊相对更容易。但如果是铝制下叉臂的话，破坏形式通常是脆性断裂，焊接修复后很难达到零件的初始强度。视线转到后悬，好戏开始了。3车的悬架形式啊各不相同。虽然坦克500和普拉多啊都可以称之为多连杆式非独立悬架，但细节差别那可真不小。咱们先看豹8啊，豹8是他们中唯一的独立悬架，同时和前悬架保持一致，依旧为成本更高、调教空间更大的双叉臂式独立悬架。致敬了自己的小弟豹5，致敬豹5，那豹5致敬的谁呢？致敬途乐 Y62。这照片是你吗？是我。后悬材质上啊，豹8比较舍得下本儿，钢铝一半一半，其中上叉臂和转向节为铝，下叉臂外加横拉杆为钢。而普拉多采用的是越野车型首选的5连杆式整体桥非独立悬架。丰田方面的描述是4连杆式，应该是没有算上后面的横向推力杆，它又名潘哈德连杆。它的作用啊是在车辆拐弯或者是颠簸状态下，通过左右互搏控制悬架左右运动。虽然这类悬架在舒适性和操控性方面先天不足，但承载能力强，维修还方便。而且新普拉多的后整体桥还从上一代的圆管式改成了便捷面矩形管式，中间粗两边细，和 LC70系列啊几乎一样。结构上的改变使之重载越野能力变得更强。材质上，普拉多的后悬5根连杆均为钢制。最后要重点说的啊，便是坦克500上如今相当罕见的迪翁桥，或者叫 U 型梁式5连杆非独立悬架。有多罕见呢？这么说吧，根据我们所查到的资料，它应该是目前市面上唯2采用此结构的车辆。另一款是最新的奔驰电动大 G580。如果兄弟们还知道哪些车用到了迪翁桥啊，欢迎弹幕或者是评论补充。迪翁桥其实是100多年前的产物了啊，早就被请进了博物馆，为何如今又焕发了第2春呢？我们推测，主要还是因为用它的话，方案改动最小。因为如果在坦克500燃油版的后桥基础上增加一个电机，去掉一个牙包，升级成一个电驱动后桥的话，那迪翁桥无疑是不二之选。首先，迪翁桥也是硬桥，承载能力和刚性均较为优秀，性能上可以匹配。其次，迪翁桥向下弯曲的造型啊，正好可以给电机腾出安装空间，同时还能对其起到一定的保护作用啊。布局形式上又可以匹配上，因此迪翁桥确实是最优解。估计电动大 G 使用迪翁桥也是这种思路。材质选择上不出意外，和普拉多一样，后悬的5根连杆啊也均为钢制。下面呢，咱们看减震系统的对比。在这一环节啊，坦克500和普拉多采用了常规的螺旋弹簧加普通减震器的组合。由于非承载式车身的缘故，减震器还只能安装在大梁上，长度呢会受限，倾斜放置呢可偷出一些长度，增加压缩行程。不过豹8的减震器啊却挺得笔直，原来是它给大梁打了一个大洞。这种方式啊也和我们之前拆的豹5一样。豹8上的云辇全称为全功能版云辇 P 智能液压车身控制系统。看见环绕车身半圈的这些瓶瓶罐罐和错综复杂的油液管线了吗？它们就是云辇液压系统区别于传统空悬的最大不同，比较金贵。除此之外，这套系统的关键组件还包括车尾右侧这个接近6升的油液壶，以及车底中前部的中央控制缸和控制阀。
云辇系统宣称的优点是可靠性和耐久性更佳，同时响应速度也更快。当然了，可靠性和耐久性啊，还得经过上市后很长时间的市场验证。功能方面，除了车身高度、弹簧刚度、减震器阻尼可以分别调整之外，还支持4轮联动功能，也就是4个车轮独立控制，按需调整，对应到大家的日常用车场景中，就是在过弯时减少车身侧倾，在露营时呢调平车身，甚至在飞坡落地的时候也能撑住车身。缺点则是生产成本较高，对制造精度和对空间布局的要求也都更高。然后咱们再看看稳定杆啊，3部车的前稳定杆尺寸都极其的粗壮，坦克500和豹8的直径为33毫米，普拉多的更夸张啊，达到了惊人的36毫米。而且顶配的汉野 WX 版还配备有更高级的 SDM 电控稳定杆分离装置。越野路段通过断开稳定杆，增加交叉轴工况的悬架行程，提升轮胎接地性。公路行驶的时候呢，就连接稳定杆，保证较低的过弯侧倾角度。安装点位上，坦克500是靠转向节固定，而豹8和普拉多啊，则是以下叉臂为支点。本着谁离车轮越近，谁工作效率越高的定律，坦克500理论上更优。后稳定杆3位的尺码就回归正常了，依次为24毫米、27毫米和21毫米。安装位置方面，豹8在下叉臂，其他2车安装在大梁上。由于豹8的后悬架形式与另外2辆车不同，因此不具备可比性。而坦克500和普拉多的后悬架同属于硬桥结构，稳定杆的工作效率啊就不再对比距离车轮的远近了，而是对比稳定杆的臂长，臂长越短，效率越高。经过测量对比，还是坦克500的工作效率理论上更高一些。再看稳定杆的吊杆材质，前面大家都整齐划一为钢制，来到后面，坦克500却出人意料地采用了有助于轻量化的铝合金，其余2车则依旧为钢。说到稳定杆，咱们不妨发散一下啊。关注电动车的朋友们应该都听说过，美国有一家叫做 Rivian 的电动汽车品牌，旗下电动汽车 RET 的悬架系统虽然是空气弹簧加可变阻尼减震器的传统硬件结构，但也做出了一些创新，和豹8一样支持4轮联动。稍微解释一下，就是左右互联可以实现侧倾的抑制，而前后互联呢可以实现这个俯仰的抑制，对角互联可以实现消扭，也就是消除稳定杆提供的扭转刚度，相当于把稳定杆给断开了。也正因如此 ，RET 甚至直接把稳定杆给取消了。不知道未来在配备云辇的比亚迪车型上，是否会出现稳定杆消失术呢？当然了，底盘悬架这一块啊，一直有一句话是用料归用料，调教归调教。更多内容呢，您还是可以到横屏里去看。节目的最后，咱们再来看制动系统和轮胎。坦克500 HiPer-Z 和普拉多配备的都是前后通风盘，而豹8用料更下本，前后均为通风打孔盘。通过打孔工艺的处理啊，理论上来说，它的散热性能和制动效果相比通风盘都要更优。盘面直径上啊，也是豹8规格更高，前后盘直径相比另2位都要大出了那么一丢丢，同样有助于提升制动表现。制动卡钳上，3车的后轮均为钢制单活塞浮动卡钳，但前轮有区别。坦克500 HiPer-Z 与普拉多配备的是钢制4活塞固定卡钳，而豹8的规格和用料再次升高，用的是铝制6活塞固定卡钳。除了能有效降低滑下指标外啊，它的性能表现和制动脚感上都要更好。可实测它的空载成绩啊，远没有硬件这般越级表现。不仅没和坦克500 HiPer-Z 拉开明显差距，还战败给了 AT 胎的普拉多。不过来到车内坐满阿祖的满载工况下，豹8终于发挥出了这套制动硬件的最大功效。它的最短和6次平均制动距离都几乎追平空载工况。反观坦克500 HiPer-Z 和普拉多啊，双向成绩却在依次下滑。除去制动硬件之外，轮胎作为唯一与地面接触的部件，也是影响车辆制动性能的另一大关键所在。豹8再次规格最高，车主利用积分和现金升级了一套前后27550R21的大小，品牌是倍耐力 Scorpion Elect 新能源车专用胎，特点是低滚阻、静音和结构强化。坦克500 HiPer-Z 啊是前后规格为26555R19的马牌 Cross Contact RX 轮胎，配方特性着重于湿雪地牵引力、湿地制动和静音性能。普拉多则是3车中唯一标配 AT 轮胎的车型，尺寸也是最小的26565R18，品牌型号是邓禄普 Grand Track AT30。最后再来看看车轮上方的轮拱内衬啊。坦克500 HiPer-Z 前后轮均为纤维衬板，豹8前轮拱用纤维，后轮拱是纤维为主体，混搭了一小块橡胶。
普拉多则是后轮拱全纤维，前轮拱用塑料加纤维的拼接。好了，今天3位的底盘设计和用料咱就探究完了。至于如果手持40万预算，您是选豹8还是坦克500 Hi-4Z， 还是再加些预算上普拉多，那就是您的选择了。欢迎评论区告诉我们。那咱们再见。再见。下班了又。下班。